马来西亚汽车市场上售价最亲民、最便宜的英国品牌车型 MG5， 官方售价是93,900块。那现在有这1万块的 Raya Rebate 限时优惠，只要从83,900块起。即便它有这 C segment sedan 的车长、轴距、车宽，但它卖你的是 B segment sedan 的价格。然后相比较其他的同级同价位的对手，它有这欧系血统调教的底盘跟操控表现。那今天这集我就透过这个简短的试驾体验来跟大家分享，在8万块到9万块 MG5 可以提供给你怎样子的一种驾驶体验。从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Let's go！当然，除了豪华车等级的车身体态和形状之外，我觉得 MG5 相较于其他 B segment sedan， 它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在于车身的宽度，因为它不是宽一点，而是宽很多很多。从远处就明显的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 B segment sedan。我最喜欢 MG5 的地方就是，虽然它是一个 sedan， 它不是一个 hatchback。但是它就用了 Fastback Coupe Line 的车身线条造型，就会给你有那一种 Grand Coupe 4门 Coupe 的感觉，所以后座的头部空间就会比较有限。但是因为车身比较长，所以腿部空间对身高178cm 的我还算是足够的，而且地板这边的空间足够，你要坐在中间还是可以的。这边有冷气出风口和一个 USB 接口。行李箱空间有410L，你还可以将椅背倾倒，进一步的去延伸空间。然后轴距方面呢，在今时今日的定义里面 ，B segment 一般是2600个 mm，C segment 是2700个 mm， 可是这一台 MG5 是2680个 mm， 也就是偏向 C segment sedan 更多一点。然后 MG Malaysia 就为它选配了17寸的轮圈，非常好看的一个 Sport Rim， 然后前后都是Disc Brake。 再来颜色方面呢，它提供了像黄色、红色、白色、黑色等等，但目前最好卖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 Nuclear Yellow， 据说是已经sold out。这个颜色市场上你摊开马来西亚汽车市场大圈，基本上很少有车子会提供一个这么亮的黄色，而且不像 Bascola 的那种黄色啊，这真的是有跑车韵味、跑车味道的这种黄色。虽然我已经看过 MG5， 我已经开过 MG5， 可是每一次在路上看到 MG5 的时候，我都会猜，这个是不是那个？这是不是那个？是那个吗？是这个吗？然后直到靠近它的时候，我才可以100%的确定 ，yes， 这个的确是 MG5， 不是那些 Premium Brand 豪华品牌的轿车这样子。那马来西亚版本的 MG5 就采用了黑色的复合式皮革座椅，有红色元素点缀，这是一个6项调节的电动座椅。后排3个座椅也是一样，由黑色和红色搭配组成。上车，启动引擎。所以如果我要花8万到9万块来买一个 B segment sedan， 我一上车第一件事情我会检查它有没有什么设备。第一个就是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它有，不过不是 wireless 的，不过至少它有。然后仪表板的话呢，这个就是一个7寸的 LCD， 可以显示各种行车资讯，但这个还好 ，Analog 我也无所谓。那重点就是它有没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 盲点侦测系统，它叫 Blind Spot Detection， 就是你要切换车道的时候，旁边有没有摩托等等，这个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必要的东西，必须要有的东西，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当然，马来西亚人不是习惯退车 parking 的，我们都是很多人是头先进去的，所以当你退车的时候呢，有没有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退车警示系统？有，这个 MG5 给你，同时给你 Rear Collision Warning。然后 parking 虽然车子不是很长，不过有360度全景摄像镜头，有还是比较好的。除此之外，它有没有用 handbrake？ 没有，现在这个是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with auto brake hold。你在塞车的时候不需要一直推去 neutral 啦 handbrake 还是 foot brake 等等，这个东西它都有给你。音响系统的话，6个 speakers， 在这个价位大家都是在6个 speakers，6个 speakers，6个 airbag， 然后它还多了一个可能对手们没有的，就是这个可以开启的 sunroof， 这个玻璃车顶、玻璃天窗。整体的设计就是，你看它有红色的缝线，然后门边的材质都有软质皮革包裹。它有一些比较硬的塑料，不过我觉得这个不是无伤大雅啦，因为它这种是比较像Ford 比较像 Chevrolet 那种美国亲民版车子用的这种材料。我们把这个关掉。
只是你要在荧幕里面去调整这个冷气，这个可能有一些人需要花时间去适应它。But overall， 我觉得这个 MG5 卖你这个8万到9万块的价格，应该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去挑剔它。Yep。很显然的，动力加速表现并不是这一台 MG5 的强项，它的强项是在于它的底盘平台跟 ride and handling。那很多人都会从 MG5 的车尾看到一个英国 Union Jack 的这个 logo Breed Dynamic。那就有人问了，你说英国元素，英国的运动动态 Breed Dynamic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行销吗？它是一种宣传而已吗？它是一个怎么讲放好看的吗？那我就去试驾，然后我去 study 了一下，然后我就知道，其实这个东西它不完全只是一个广告，因为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这台车子相较于其他市场上的同级对手、尺寸相近的对手，它真的是比较有欧洲车的水平，特别是在它的操控跟它的转向，你过2个 corner 你就能够 feel 到车子确实是比较扎实。比较平稳当然这个跟它的底盘设计还有轮胎尺寸等等有关系，因为它是17寸的轮胎，而且轴距是2680一般同级对手只是2600或者2620，前面的是 McPherson Strut， 而且它有这个 stabilizer， 我也看到它有一个防倾杆这样子，所以你可以 feel 到车子在摆的时候 body roll 是相对比较少的。你说动力真的，大家 1.5 L 4气缸自然进气引擎 CVT， 勒贝固让都是在100多匹150 Nm， 因为它是114 PS 150 Nm front wheel drive corner 摆。你只有这样子大大力去摆它你才可以 feel 到为什么你要买 MG5， 它跟其他的对手有什么不同。摆，再回来。这台 MG5 基于的是 PATACK 的平台，这个平台呢是上汽和通用合资公司打造的一个平台，然后这个车子也就是跟中国市场的 Chevrolet Monza 采用相同的这个平台，类似的这个设计这样子。所以我开这 MG5 的时候，它会给我有一种好像以前我开 Volkswagen Vento 或者是 Chevrolet Cruze 这样子的感觉。那它肯定不是日系车那一类，可能比较 soft 一点，比较舒服一点，它还是有舒服，不过它更多时候它还是它的转向还是偏向 sporty。当然讲到转向你还是可以去调整，这个也是它一个很好的地方。它给你 urban normal 跟 dynamic， 那你去到 dynamic 之后，这个它的转向方向盘就会变得比较精准，比较硬这样子 right。 看到吗？它这个车子是真的是，它虽然动力真的是不是很够，不过它确实当你在过弯的时候，你可以 feel 到你花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而且在这个7寸的 LCD 里面，你还有看到这个 Dynamic Driving Management， 它可以告诉你你的Torque Power Acceleration 跟 Braking， 这个在这个价位的车子我应该是没有看过啦。通常你要在一些 hot hatch 一些运动型房车才会看到，可是在8万到9万块之间你就可以拿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基本的东西我们看到了，它有 Apple CarPlay， 有 Android Auto， 它还有这个 Sunroof， 而且它是可以打开的，不是那种 fix 的 Sunroof， 它是一个有用的 Sunroof 啦。马来西亚版本的呢，现在是有6个 airbag， 有 Blind Spot Detection， 有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Rear Collision Warning 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跟早期他们送去澳洲做测试的那个版本不同包括我们马来西亚拿到是泰国的版本嘛，它有这个 Seat Belt Alert 的 System 等等。加速，万以上的轨道你在highway在这100多，我上一次的媒体测试的时候我有驾过了，非常非常的稳，因为你就是轴距比别人长，轮胎比别人宽。MG5 在马来西亚市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像我片头说到的，它是马来西亚汽车市场上最便宜、售价最亲民的英国品牌车型。透过这个非常销魂的外观造型，你看它的车身，哇，那个很大的 front grille 好像超跑这样子的 front grille， 然后它的车侧 fastback coupe line 的造型，车尾的晚上的时候看它的 3D LED 车尾灯。那说起 MG5 很有趣的，就是因为大家知道马来西亚人经常都会去泰国，有时候1年去1次，1年去2、3次都有的。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封锁了几年嘛，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until 泰国是刚刚开放旅游的时候，很多马来西亚人一去到可能去到 Phuket 啊，去到海亚呀机场啦，就突然间看到很多 MG 的车型，然后就拍照放去 Facebook 放去 Instagram 讲，这个什么车来的？在泰国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这个车子的？所以早在 SAIC Malaysia 把 MG5 带进来之前，马来西亚人可能就已经在泰国开过，可能就已经在泰国看过这个 MG5。until 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因为受限于它是从泰国 CBO 整装进口，所以它要比别人给多一点税。它也必须要把价格控制在8万到9万块，让更多人能够负担，让更多人能够购买一台英国品牌的 B segment sedan 或 C segment sedan。觉得就你看它现在 Raya rebate 1万块，从8万3千多块起，8万3千多块。你环顾其他的同级对手来讲，我觉得它还是，而且它还有360 camera 啊，我觉得就 spec 上面你自己要怎么讲？有时候你必须要去试驾这个车子。如果你家里附近或者你的所住的城市有 MG 的 showroom，why not 去 visit 一下，对吗？反正就是去测试一下，因为有时候车子有时候你看 brochure， 你看 spec sheet， 你在网上看 video， 看人家介绍，你没有办法完全感受到它。只有当你坐去驾驶座位，当你抓着 steering wheel， 当你过2个 corner， 当你加速驾了之后，体验它的这个 NVH 表现等等，你才能够知道那台车子适不适合你，那台车子是不是符合你的驾驶风格，符合你的驾驶习惯等等。那 MG5 它为马来西亚的 B segment 市场增添了多一个选择 ，which is 大部分的外国品牌来到马来西亚都会主攻 B segment SUV 或者 C segment SUV， 很少人会在sedan方面做出什么样的挑战。 OK， 向传统的国产品牌、日系品牌发起挑战，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市场缺的有时候并不是 B segment SUV， 也不是 C segment SUV， 选择太多了，电动车也是选择非常非常的多，但我们需要给 B segment sedan 市场多一个选择。而且我觉得 MG Malaysia 或者 SAIC Motor Malaysia 最有诚意的就是它提供给它5年 unlimited mileage 的 warranty， 然后特别针对 powertrain 就是引擎等等提供给它7年 unlimited mileage warranty 无限制里数的原厂保固。它必须要给消费者一个承诺，一个保障我觉得 MG 伴随着它接下来2025、2026、2027要在马来西亚的宏图大计，我觉得 MG5 是一个非常好让消费者可以用这8、9万块就能够体验到 MG 带给你的品牌价值是什么。当然我必须很诚实的讲，如果你有8、9万块或者9万你有多一点的预算，我会推荐你买 MG4 啦。因为 MG4 呢，它就是一个你等我介绍 MG4， 我介绍过了吧？你等我做 MG4 的完整介绍影片，我再跟你分享。我觉得 MG4 也是一个市场上被很多人低估了的一个产品 ，right？ 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我是戴主义，我们下期影片见。